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啃老一直都是人们唾弃的事情，在之前大家理解的啃老就是伸手向父母要钱，年纪大了也不成家立业，生活起居都由父母照顾。而如今这一种新型的啃老非常的隐形，在大家的生活中也都不以为然。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成家立业，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，但是就是他们让一些老人身心疲惫。比起之前的啃老族，这种新型的啃老更让人心寒。一种新型啃老正蔓延，老人没在意，还以为是子女孝顺。60岁老人李阿姨的自述：我和老伴这一辈子就只孕育了唯一的一个女儿，而女儿在长大成人之后，就是嫁到了另外一个城市。当时的我虽然极不情愿，可我还是尊重了女儿的决定。原本我还想着晚年之后，至少还有老伴陪伴在我的身边，我到时候也不会有过多的孤独寂寞。可谁曾想，老天就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。就在我退休前1年，我的老伴就是突发疾病离我而去。当时的我就是特别的痛苦和茫然。我当时就决定，我退休之后哪里也不去，我就安安心心的待在我的老窝，度过我的晚年生活。可当我真正退休之后没多久，我就是突然接到了女儿的电话。女儿说她不想让我晚年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家，她极力的邀请我，让我去他们家居住。当时女儿的一番做法还让我就是非常的感动和欣慰，于是我把家里收拾好之后，就动身去了女儿的家里。但是当我真正的到女儿家里住上几年时间之后，我才发现女儿让我去他们家居住，根本就是打着尽孝的幌子，而在对我进行变相的啃老。原本女儿家里面就有雇请了一个保姆，在照顾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。可我去了女儿家才1个月，女儿就说这个保姆干活不行，她就把人家给辞退了。女儿当时也没有说过再雇请保姆了。我当时一看这种情形，就主动地挑起了女儿家保姆的重任，女儿也没有拒绝，就好像是默认让我这么做。从那以后，女儿上小学的2胎小女儿，每天的上学接送任务就是真正的落到了我的肩上。每天早上，女儿和女婿都还在卧室里呼呼的睡大觉，而我就已经是早早的起床，把小外孙女送到学校里面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我也是按时按点的去接小外孙女回家。我不仅平时要负责接送小外孙女的上下学，而且小外孙女和我的大孙子隔三差五的还会给我要零花钱花。小外孙女一般情况下是10块钱就打发了，可是我的大孙子每次最少都要给我要100块钱才行。虽然我并不是小气之人，而且我也愿意把钱给他们2个花，可我的退休金也是有限的。如果你觉得我每天就只忙活2个小外孙的事情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由于他们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在做，因此去菜市场买菜和到超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等的这些活，就还是需要我独自去完成的。当然这里面所有的花费和开销什么的，女儿女婿都没有给我钱，我也不好意思要，就都是我来掏。还有就是女儿女婿家里面的日常卫生和家务活等，都还是需要我去做。因为我不去做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人去做。甚至于就是女儿女婿平时脱下来的脏衣服，我在发现之后就都会主动的给他们清洗干净。我当时主要考虑到女儿女婿平时工作忙压力大，我能够帮他们做一些活就做一些。说实话，在女儿女婿家住的这几年时间里面，我不仅就是付出了自己的身体、时间、精力和金钱等，而更多的时候，我就是感觉自己活得太累了。原本才60岁的我，在很多不知情的人看来，好像总以为我都已经70多岁了。
没来女儿家之前，我身体还是很健康的，可我现在就是一身的毛病。此时的我才逐渐的醒悟，女儿口口声声说是让我跟她一起居住，她好在我身边陪伴我，为我尽孝，但其实她一直以来就只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免费家庭保姆，从而对我进行一种各式各样的啃老罢了。如果她要是真的为我尽孝的话，我怎么可能现在身体越来越差，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呢？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是特别的难受和伤心。我就是总都没有想到，和我骨肉相连的女儿竟然也会如此的算计我。我当即就是决定马上离开女儿家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去。在我走的时候，女儿就是百般的阻拦，她一直说要为我养老，可最终我还是执意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回家之后的我，每天想干啥就干啥。短短几个月之后，我不仅就是身体和精神和以前相比有了一个质的飞跃，而且我现在的每月的退休金也有了很大的结余。而在女儿家居住的那段时间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新型的啃老正在进行，女儿陪伴式的尽孝让我苦不堪言。在看完李阿姨的一番讲述之后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怎么理解和看待发生在她身上这些事情的。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，我首先就是非常肯定李阿姨最后的做法，也就是说她果断地离开了女儿家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中，过着悠然自得的晚年生活。即便是李阿姨真的到了哪天需要有人来为她养老的时候，那么她也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钱给自己找个差不多的养老院去养老。原本子女为老人尽孝，这就应该是他们发自肺腑的，而且还不应该带有任何的附带条件才对。可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子女，更多的时候往往就是打着为老人尽孝的幌子，从而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这其中就包括各式各样的新型啃老的方式。那么为人子女的这种做法，就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唾弃和不耻。所以说，人到晚年之后，作为我们的老人而言，在任何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养老问题真正的建立在依靠自己的身上，万不可把靠子女来养老抱有太大的希望和幻想。而同时，作为我们的子女来讲的话，如果说我们子女真的想要为老人尽孝，那么我们就要拿出自己最大的态度和诚意来，做到真正的为老人尽孝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